早上好，小琉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洋流教练，我现在人在小琉球，现在是2月初的时间。那我这一趟来1个礼拜，然后前面呢是要帮一个实验室做一下水下的调查，然后接下来我要上救援课还有进阶课，所以其实我会在小琉球待差不多1个礼拜时间。那最近水温大概都是22度，然后路上这周末有寒流，所以会来到可能18、14度左右吧，好冷哦。对，那我想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时间来测试一下我的新干衣了吧？所以这是我想挑战的，整趟所有的课程跟工作都穿着干衣来进行。这是我的专属装备间。干衣挂在这边，猛一看还有一点吓人。这件是我最新买的干衣，是 waterproof 的 D7 Evo， 是去年的最新款。那我跟我的干衣做一个合照。其实这个干衣已经是我的第3件干衣了。我希望它可以通过我的潜水测试。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件干衣。这件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它的这个手环。这个是 waterproof 的最新科技，它叫做 Flex Lock。它跟一般的干衣不一样，你看它是软的，然后它其实是2层橡胶圈结合，然后中间用一个 O-ring 做密封，所以它更换的非常方便。它穿起来其实蛮舒服的，不会跟传统的 Cytec 的塑胶圈是一样，一块硬的东西在这边。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拉链。之前我们的拉链，传统拉链都是金属的，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 YKK 的 Aqua Seal，那它其实整个都是塑钢做成的大拉链，所以不但很轻，而且非常好拉，我觉得比金属的好用非常多。它这个面料它叫做 Nylon Tech， 所以其实应该也是类似3层不同的复合材料压制而成。他说很轻但我觉得这件其实也有6公斤，所以应该也不算太轻。但我觉得它非常耐用。然后你看它在手臂、胯下、膝盖、屁股都有用 Kevlar 的材料去做加强，所以会比较耐磨一点。有时候比较工作量比较大，所以我觉得它有做这个加固是非常好的。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口袋。你看它的口袋非常的大，旁边的这个拉链呢打开，然后就变成一件更大的口袋。上面呢还有一层小的拉链，我会放一些其他的钩子或是一些比较容易掉的小东西。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的空间非常足够，有一个大滴环可以扣东西，里面还有2条绳子，也可以固定我们的东西。然后最下面是一个很大的输水孔，所以不会有水残留在里面的问题。所以选择干衣很重要的重点是，我看它的口袋我喜不喜欢。然后这件的口袋真的很赞，它做了一个很精巧的设计，这边里面有一个硬硬的塑胶块，所以我在拉口袋的时候呢，像把手一样很好拉。那这件D7 Evo它其实应该是去年9月才正式上市的，所以我可以确定这件它不是一个库存商品。各位在买干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制造日期，千万不要买到库存的干衣，因为其实它是有寿命的。所以如果你买到旧款的干衣的话，寿命就不会那么长。这个衣服的好处是，虽然它一定会比 Neoprene 的衣服贵，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，它的浮力是不会改变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像我要下大深度的时候，如果我穿的是 Neoprene 的防寒衣的话，那它会随着水压加深，然后呢压缩防寒衣，所以我就会在水下的时候呢丧失我的浮力。但这件干衣这种模式的干衣它不会因为水压的关系而改变它的浮力，它的浮力是固定的，所以这对我们在潜大深度的时候是有很好的帮助。因为我只要确定我的配重之后呢，我就不需要因为水压而去丧失我的浮力。那我觉得这件干衣其实因为台湾有代理商，然后也有维修的地方，所以最后我选择它啦。那它有2个地方，我是希望它可以改进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。第一个是它是卖成衣，它不能够定做，但是每个人身材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它至于我也不会到这么完全100%的合身，所以我只能挑一个差不多的尺寸。然后再第二个是它都是这种靴子式的脚套，
那其实，在台湾啊，我们其实比较喜欢买袜套式的，就是我上一件的那种，然后就是下面是袜子，然后我们在外面穿我们适合的鞋子或是防滑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其实靴子在外面啊，尤其是走台湾，大部分都是岸前的地方，其实它很容易磨损。那一旦它磨损更换就很麻烦，它就需要把这里拆掉，然后重新粘一双靴子上去。但没办法，因为综合评估之下，买这件干衣对我目前来说是最好的选项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它。干衣里面要穿什么呢？其实干衣里面就穿我现在穿的这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那干衣就穿这样，就我现在身上这套，它就是不吸水的一种绒。其实你可以在 Net 或者是什么 Lativ 之类的睡衣系列地方买到。那外面你可以再加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我现在就穿这件外套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冷，所以我等一下会直接穿着这件衣服穿进去干衣，然后下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下水去看看。这个是小琉球的干衣，好冷，穿上去之后就会保暖了。有效，最有效的干衣，经济又实惠，几乎不用成本。结束了！终于潜完了21度的水，这是我们的潜水长上人，辛苦了，已经冻到变成智障。这是我们的潜水长 Jeff， 你觉得水温冷吗？水温不会，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对，欢迎大家来玩。果然是应该做这一行的。OK， 好，那非常感谢 Eska， 又送了我一个新的墨镜。因为呢，他们答应我说他们的眼镜呢会浮嘛，但是如果掉到水里面不见了，他就会赔我一只新的，所以他就达成了他的 promise。上次划独木舟掉的太阳眼镜，现在又出现在我脸上。那这一趟呢，我就顺利的全程使用干衣，完成了调查、上课、放贷。然后当然我们中间有船潜、有水推、有岸潜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整套测试下来，我对这一件干衣的满意度还算是蛮高的。它唯一一个非常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做定制。我觉得啦，如果我之后再换下一件干衣的话，我一定要买定制干衣，因为定制干衣的话，它才可以办法完全的符合我的身形。可能是高矮胖瘦都可以去定做你要的尺寸。那在水下的话会更舒适。不然的话，其实非定制的干衣穿起来的确还是有点像穿着一个袋子一样，就是它就是会比较大一点。你也不能买小，买小的话你也没办法潜水，不舒适，很容易拉扯。好，那我这边来回答几个有关干衣的问题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干衣会不会很贵？我这一件Waterproof D7 Evo 的台湾的报价是8.5万左右。有点忘记具体数字，但大概是这个价位。其实它算是中阶干衣的价钱，就是不是很低阶，但是也没有到最贵。那因为我们的任务比较繁重，我们常常可能需要拖带或是执行一些水下的一些任务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的耐用度还是非常重要。那这一件它在它的胯下、膝盖，然后手肘都增加了 Kevlar 的布料，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。毕竟，比如我上下货车，或是我上下岸的时候，会让我比较安心一点。但其实干衣贵不贵这件事情啊，就跟买车子一样，你是要买国产的减配还是全配？你要升级，你要电动车还是油车？所以它的贵与便宜，我觉得完全是看你的需求，然后你去找符合你需求、你可以接受的价位，我觉得就好了。
第二个就是干衣的浮力到底会改变多少？我自己穿3mm的防寒衣背单品侧挂的时候，我是不需要配重的。那我穿这件干衣的时候呢，我5公斤可以下潜，但是会比较浮一点。我如果加到6公斤的话呢，是可以制底的。但是如果5公斤的话呢，我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中性浮力的状态。那这边给大家参考。那当然啦，如果你不穿这种模式的干衣，你是穿防寒衣式的 neoprene 的干衣的话，你的浮力又更大，因为它的材料本身就比较浮，所以干衣的确会增加很大一部分的配重。穿干衣会不会很勒呢？因为我们的脖子跟我们的手腕啊，都是用细胶或是乳胶来做水密。其实这个圈啊，它上面有一条一条的，那就是可以剪的。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脖围或者是手围去做一些调整。戴的时候啊，不要戴太上面，往下戴一点点到喉结以下，然后手腕也是戴到骨头以下，这样比较不容易去拉扯到进水。你们好奇干衣会怎么尿尿？干衣要怎么尿尿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思考了很久。它其实不外乎就是2种方法，一种是穿尿布，另外一种就是装尿阀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腿上有一个孔，它是个单向阀。但装这个孔，我本人是没有装啦，因为这一件是成衣嘛，那不是定制的，所以它出厂就没有这个孔位，然后要送回去原厂装，我就觉得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决定不装。目前测试的结果是，如果你是休闲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忍受啦，潜个半天。那以上这些所有的内容，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证照课里面跟大家做更深入的讨论跟解释。那干衣到底需不需要上证照课？我个人觉得还是要，毕竟它是一件新的装备，所以你必须要去学习它怎么使用。那当然是买干衣送证照呢，还是上课再买干衣呢，还是去体验干衣，还是去租借干衣？我觉得这个依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去做搭配跟选择就好了。但我觉得唯一一个重点就是呢，你一定要找常常在玩干衣的教练上课。好，以上这就是这一节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是姚刘教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